悠然着牵挂，那些伤疤总会结痂，簇拥成时光的花中会有人为你摘下。Don't feel lonely, moving on， 和时光说说话，光轻轻落下就等它回答。愿你人还有他，但是情差偏忘，懂着人生充满很多遗憾，依然热爱着冬夏。Quelque chose passe. Hey. Le général Couillard arrive avec une équipe de soldats armés. 至于吗？不就2箱酒吗？cherche une râle。将军啊，酒是我弄丢的，我赔你就行了，别在医院闹事行吗？你在这逞什么强呀？我自己惹的祸，我自己承担。小姑娘，你给郑慧选好地方，躲到这里来。将军，你会说中文？将军以前在石家庄上过军事学院，还会方言呢。臭丫头，你知不知道卖我假酒是什么后果？假酒？不可能啊！我从来不卖假酒的。有可能是你自己把酒坏了，故意说成是假酒。老子堂堂一个将军，有什么必要再讲给你？臭丫头，我们讲一会儿再算吧。喂，老子现在找的不是你，是他。不是将军，你都做过检查了呀，没有肿瘤也没有出血点，你怎么证明自己有病啊？我的直觉没错，证明是他的事儿。将军，你为什么执意认为自己生病了？以前，我从这儿，你站在楼下，就能一枪打爆你的头，可现在就不行了。那也有可能是你视力退化了，或者是你年纪……总之，你应该找的是你的主治医生。艾略特吗？我不怕死，怕的是到死都不知道我的敌人是谁。Elliot 没种，你呢？如果你不帮我找出我脑子里的问题，我就烧了他。销售假酒再来开呀，是重罪。而我现在怀疑，就是他的假酒导致我的头痛。我没有卖假酒。你把枪放下，我可以给你做手术，但是你放心，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的手上吗？哼。枪林弹雨都不怕，害怕吧？小手术刀，
当然，你要敢动任何手脚，也别想过去下手术台。好，1个月后我会给你手术，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敌人。好，我没找错人，你是个好医生。喂，你没事吧？没事。你干嘛答应将军啊？医院都给他做过检查了，而且病历上写的清清楚楚，他没有任何问题。还是说，你给他开颅只是为了打消他的疑心啊？你该不会是因为将军刚才说，如果你不开刀，他就要把我杀这个事儿吧？你不会这么笨吧？我买张票回国，或者我去别的国家，他拿我也没办法啊。顾医生，如果开颅以后还是发现不了任何问题，你要怎么办？这个到时候会被判为是重大医疗事故的。不是，你很有可能连医生都当不了了。你不能冒这个险。苏维安，你很担心我？才没有呢。我是怕被你连累了，到时候如果手术失败，我这个翻译也跑不了。不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手术呢？不做会死啊！你知道将军是什么病了？我是说不做，我会死啊！你觉得，刚才如果我不答应给他做手术，咱俩能走出这个房间吗？要不你买票回国吧，我帮你拖延时间。将军也不能追到国内去。苏媛，你是不相信我吗？我相信科学 ，CT、MRI 都说了没有任何问题。Le général Koyate n'est pas malade. Vous êtes 我是艾略特，库亚特将军的主治医生。艾略特，你会中文啊？我外祖母是北京人，我跟她学了一点点。我听说过你，华人医院郭允忠医生，零手术台死亡率的记录不想要了。手术台零死亡率，多么引以为傲的记录，说明顾医生还太年轻，手术做得太少。初出茅庐，总是急于证明自己。顾医生，这个我能理解，但患者不是医生博取名利的筹码。谁说的？顾医生在国内1周的门诊量和手术量，是你们这些医生的几10倍呢。论临床经验，你们不一定能比他好。是吗？你一个病人懂什么是临床经验？库亚特将军一直都是我的患者，诊断适合法国专家组远程会诊的结论。请问在未发现任何专位的诊断结果下，顾医生执意要做这台手术，是在挑衅法国国立医院吗？艾略特医生，你的医院真的对我没那么重要，我只想给这位患者最好的医疗救治。现在，我是患者的主治医生。顾医生执意要做这台手术，
我会邀请拉盖亚卫生委员会的专家全程监督。顾医生，我警告你，如果开颅后证实你做了胎假手术，我一定会告到你，才没可能拿起手术刀。多多病人的小姐，希望你没有看错人。这扑克脸，眼睛都长到天花板上去了。别看了，人都走了。他好帅啊，帅得跟古罗马的雕塑一样。帅有什么用？患者还不是转投了我们小老板。你认识他呀？嗯，他是库尔特将军的主治医生，我打听过。法国国立医院神经外科的主任，也是巴黎6大神经外科的教授，算得上是神外的权威了。权威？那他跟顾医生比谁厉害？其实这个不好说。巴黎6大是法国最大的科学和医学集合体，也是世界排名前5的研究型大学。那权威都说库亚特将军没病了，他干嘛非得给自己找病呀？我也希望小老板找个理由婉拒掉。这些人都荷枪实弹的，不好惹。你说万一没治好，子弹可不长眼。那怎么办？顾医生现在有没有改变主意？干嘛呀？反对无效就加入战斗，找参考文献，誓死守卫小老板手术台的零死亡率。手术台零死亡率，是一场竞赛吗？很厉害吗？这个？可能是自己跟自己的竞赛吧。哦。哪个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手术台零死亡率？哎，那你呢？我没有记录。哎，你快帮我找一下，我来不及了，我一晚上都得看完。哦。这么多，我们俩得看到什么时候去啊？我们2个人通宵应该差不多吧？通宵？不行，熬夜会爆痘痘的。不是这个。平，你说吧，我要干什么？你看得懂手术记录吗？主要看什么？主要看……哎，算了。你看得懂这张 CT 图里的阴影和张位吗？我是不是很没用啊？啊，没有啊，没有啊，你对我特别有用，帮我分类这些论文的摘要。我告诉你怎么做啊。比如说这个，你把它相同的这个用分类倒一起，放在这边，啊，然后这个。什么事？你为什么要给一个找不到病灶的患者做手术？你知道了？这台手术你不能做，我已经发函给友好医院了，他们会跟患者沟通，取消手术。
你是在以什么身份命令我？院长，还是我爸？不管我是以什么身份，我是为了你好。那个患者是当地的政要，如果你手术出现问题的话，怎么着？你想像你妈妈当年一样吗？你不配替他。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给我听好了。当年是他先抛弃了我们，是你先放弃了他。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疾病，而作为医生，面对疾病束手无策，其实是最大的痛苦。那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千万不要对这种痛苦习以为常，更不要轻言放弃。与各位共勉。好了，这堂课就到这儿，下课。维娅，苏维娅，怎么啦？你喜欢顾老师？没有，别开这种玩笑。没有，你都看花痴了。难怪今天课上一个劲儿问问题，是不是想引起顾老师的注意呀？有，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期末考试指导他帮你解围那一次，你就喜欢上他了吧？我不是喜欢他，我是想成为他。Général, je vous conseille de réfléchir à 2 fois. Ne plaisantez pas avec la vie. Madame, vous ne pouvez pas entrer. 将军，2箱茅台，双倍赔偿，够吗？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再加。就是这个味儿。你们中国人说，武士不懂三宝天。将军，请你放弃手术。哼，顾云峥怕了，还怕了个女人来求饶。不是，他不知道我来。将军，体感异常有很多种情况，不一定要手术的。将军，苏小姐说的没错，我下个月陪你一起去巴黎本院，哪里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我们再做一次。Va-t'en！ 1年了，我知道我身体里面埋着一颗定时炸弹，可你们就是找不到它，所以就能投降吗？顾云峥怎么说？他跟你一样，不放弃。他说，在疾病面前，医生跟患者要统一阵营。进入医生了。你们中国人还说不如活血，焉得虎子。
样才可以放弃手术？苏小姐，你不想我手术成功吗？消灭敌人，健康长寿，我能活更多周，能赚更多钱。我不要钱，我只要顾医生没事。哼，这还是那个爱钱如命的苏小姐吗？顾医生是我们中国最优秀的神经外科专家之一。你确定你要为了你的一意孤行，葬送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吗？如果他真像你说的那么优秀，为什么你认定他会输？因为你根本就没病啊！你知道你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疑病症吗？苏小姐，你应该去看的是心理学，而不是顾医生。L'audace! Non, non, non. Chassez-la immédiatement! Général, 帮手！ attendez. Elle a trop bu. Elle n'a pas voulu vous offenser. 苏小姐，你别说了，我送你回去。将军， Laissez Dr. Gu amener cette folle. Je ne veux plus avoir. Oui, monsieur. Oui, monsieur. Hello。来将军府把这放女人带走，她喝多了。好，我知道了。这个笨蛋。这个顾医生，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男朋友？不是。他在那，我在这。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最仰慕的人，也是我曾经最想成为的那个人。为什么是曾经？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你这个样子啊，让我想起来我的导师，他也常常这样叹气，抱怨上帝还在他的实验室里玩骰子。你的导师也是实验不顺利，因为他总是选择很少有人走的角度，虽然常常失败，但马塔博士仍然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医生。马塔博士，那个世界上第一个尝试用细胞移植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马塔博士吗？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他20多年前的罕见病实验了，那个时候你可能都还没出生。苏维安，谢谢你。艾略特医生，已经不早了，我们先回医院了，再见。顾医生，顾医生，为什么执意要做这个手术？因为医生不应该忽视病人身上发出来的任何一个信号。接电话。今天不是你等，就是我等。还想着喝？
你今天晚上到底为什么要去将军家喝酒？还不是因为你这个惹火精，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到底谁是惹火精？大半夜的还要让我跑到将军家去捞你？阿丽特，你快点帮我跟将军求情吧。苏媛，你以后能不能离那个艾瑞特远一点？为什么他是一个好人？因为你是我的翻译，你不是艾瑞特的翻译。你今天晚上先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好好清醒清醒。别走。这五官也太普通了。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是怎么的人啊？你的脸，菜的。天哪！哎呀，我一夜没卸妆，这完了，这100张面膜都补不回来了。啊？纸。啊。方明凡，我警告你啊，你不许告诉别人啊。我告诉别人什么？不许告诉别人我妆花了，还有不许告诉别人我在你这儿过了一夜。我告诉谁去啊我？你就，反正你就是不许告诉别人，你听到没有？你要是告诉别人的话，我就饶不了你我。好，别笑。江江，其实你妆花了也挺好看。这么早？你怎么穿着昨天的衣服？你不也昨天的衣服吗？我早上起得很早，锻炼去了。我搞钱去了，跟大客户谈正事儿。你喝酒了？你跟谁喝的酒？哎，找到手术方向了吗？酒醒了，头不疼了。那走吧，一起去吃个早餐。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早饭呢？你都有心思喝大酒，我怎么就不能吃饭了？我知道，你那是为了我，怕我名节不保，
但是苏维安，我想问你，你认为我究竟为什么会给库亚特将军做这个手术？我怎么知道？是因为将军拿枪指着你，还是说你想跟艾略特争个高下？苏维安，我是一名医生，给病人实施手术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病人达到了手术指征，必须进行手术。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我相信你，但是我翻遍了可以找到的所有影像不明的病例，没有跟将军类似的情况。所以你就放弃了？华人医大教给你的就是怎么样放弃吗？干嘛呀？果然是笨，难怪是个肄业生。我不是肄业生，我有本科学历。本科学历，在大学的时候，课堂上，顾老师教给你的知识，我看你是都忘完了。我是真的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混到本科毕业的。各位同学，我们这节课来讲一下结合实践浅谈颅脑肿瘤的诊断思路。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患者的 CT 其实看不出明显的病灶，但是我们再来看看核磁，我们是不是可以清晰的看到患者脑干上存在的病灶？顾老师，如果核磁上面也没有明显的异常，那医生该怎么做？应该进行临床随访，根据经验判断病程发展速度，来确定随访间隔时间。那医生是必须相信临床经验，还是精密的仪器啊？医生治疗疾病，以指南为准绳，以知识为基础，以经验为工具，加上严谨的检查结果，可以高效、准确地判断出具体病灶，避免延误和误诊。所以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要让机器为我所用，培养自己的临床思维，才是真正的对患者负责。你记得我，所以你在课堂上不断地向我提问，是希望我把你记住了？当然不是了。自己提的问题，答案自己都忘记了。要让机器为我所用，可是你怎么敢赌1个月后就能看出异常？患者走路有什么特征？大摇大摆，身体不稳，脚步拖沓。这样的特征一般会考虑到什么病症？醉汉样，下肢无力，小脑共济失调。患者说话有什么特征？口齿不清，还吃字。构音障碍。患者主诉。你站在楼下就能一枪打爆你的头，可现在就不行了。枪法下降。四肢灵活度下降，所以考虑病灶在脑干。还好，没算完全还给老师。现在影像科技这么发达，怎么会完全看不出来病变呢？有可能是位置的偏狭，也有可能是病变初期。但是总之，患者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弱的信号，我们作为医生都不能忽视。将军 ，MRI 已经看出脑干有异常信号了，接下来的就交给顾医生吧，请你相信他。消灭敌人。哎，你们怎么来了？ Au nom du comité de santé médicale, j'exerce une supervision complète de l'opération de ce jour. L'IRM a révélé le signaux anormaux dans le tronc cérébral. Par la suite, vous serez témoin de l'excellence technique de médecins chinois. 苏，顾允章这么年轻，
怎么敢做脑干手术？那你就错了，我们应该相信顾医生。Général， 你干什么 Je dois entrer, je suis là où le général est。他说将军在哪儿，他就要在哪儿。让他进来吧。Le médecin dit que vous pouvez entrer, mais vous devez respecter la stérilité。徐老板，反正你在哪我在哪，我死也和你死在一起。只要你手不会抖，就没人会死。你和你死在一起，我的人生也太悲剧了吧！唉。 Après tous ces temps, est-ce qu'il se rétablira？ 我早说过，他做不了脑干手术。顾医生，非要拿将军的生命冒险。现在还没有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灌入还来得及。手术还没有结束，不要着急下结论。 Baisse la pression artérielle. Baisse de la pression artérielle. 需要再叫。 Docteur Gou, veuillez arrêter immédiatement l'opération. Veuillez poser votre scalpel sur le champ. Laissez-le, docteur Elliott. Déplacez-vous ou je vous tue. Déplacez-vous. Ne pense plus à vous rapprocher de Dr. Gu, à moins que je meure. Personne ne peut arrêter la chirurgie du Dr. Gu. Personne ne doit interférer avec le docteur. Mademoiselle Su, vous n'êtes qu'une interprète. Vous n'êtes pas qualifiée pour commenter l'opération. Dites au docteur Gu que c'est terminé, qu'il n'est pas trop tard. Je suis diplôme de l'Université médicale royale de Chine. Le certificat médical assume la responsabilité de chaque mot que je dis. S'il y a un accident, aucun de vous ne vivra. Lésion dans le médulaire. C'est incroyable. Tout le monde voit clairement. Vous devrez réfléchir à faire des excuses à Dr. Gu. Notez ces valeurs. Comment se fait-il que le général ne soit pas réveillé si longtemps après l'opération? Ne partez pas, charlatan! Je vais vous tuer maintenant! Le général ne va pas se réveiller si vite, mais l'opération est très réussie. Le traitement du docteur Gu était tout simplement parfait. Le décollement était aussi très propre. J'ai sous-estimé ses capacités. Est-ce votre faute?艾略特医生，你刚刚答应过的。顾医生，的确如你所说，是非常优秀的医生。我为我之前所有的行为向顾医生道歉。顾医生，对不起。你也是担心患者的安危，等活检报告出来，会第一时间同步给你。谢谢。 怎么办呢？又怎么啦？刚刚在手术室，你又一次舍命护我。你说，欠一个姑娘2条命，应该怎么还呢？
没有的事儿，你别想多了。你都替我堵枪口了，我能不想多吗？你刚刚跟卫生委员会的代表说，我是你的人生偶像，你愿意替我去死？人生偶像，我都听懂了，我很感动。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了？别不懂装懂。没说过吗？那我可能是听到你的心声了吧？苏媛，以后不要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即便是为了我也不行。你要是活着，还能多救几条人命。如果我的命能换你的命，也算值了。我说过了，不准再说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比另外一个人的更有价值。哎，等一下。怎么，知道错了？你刚刚不是说发愁怎么报答我吗？嗯。给我涨工资吧。苏伟安，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啊？你知不知道，刚才那把枪连保险栓都没有拉。沙漠的风都曾经是我们的坚强，谁不是茫茫中